你想学魔仙剑，我不同意。当年我打不过李长生，去学了魔仙剑。1年之内，我的功力涨了6成，我依然打不过李长生。你想比我强，就不要走我这条老路。师父。 刀客凌云，是我。据说与燕灵峡一战之后，境界大跌。那是一跌千里啊！那你此番回来，是回到当年的境界了吗？就算回到当年的境界，也不过是再求一败罢了。久仰剑仙大名，今日我凌云。 也想求得一战，若赢，则待与剑仙与燕灵峡一战，重夺男爵第1之位。若败了呢？愿死！ 走吧。徒弟，刚才那一剑，你学会了吗？我看清了9分，不差。为师用毕生修为凝入了13剑，但这一路会有不少这样的人前来挑战。每次我只出1剑，你可都要看好了。好。除了最后1剑，那一剑不许看。师傅，你说我那如仙师傅，为什么让我酿那样一瓶酒，还挂在天启城最高的位置？我都没来得及问他。你去问他呀，问我，我哪知道呀？啊？你不知道啊？嘿嘿，骗你的！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是谁呀？师傅，嘿，是因为情债呀。当年你师傅喜欢上一个女人，后来他们分散了。 你师父就欠了他一壶桃花月落，那我挂在那儿，那女子便会看到吗？会的，因为那位女子就是天启城教坊32阁的主人。当年你师父答应他说，等他酿好了桃花月落，会亲自提着这壶酒来找他，而且还会娶她呢。但如果他没来，或者是让其他人提着这壶酒挂在那仙人指路台上。 那就表示他已经死了，不必再等。教坊主人等了他好多年，期待有那么一天你师父会出现，并且娶她为妻。但是若干年过去了，你师父并没有出现。也许是等得太久了，他所求的，就是希望这壶酒不要出现在那高台之上。那这样。 他就会知道他爱的人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我伤了我师娘的心了。哎，你这句师娘应该让她听到，她会很开心的。嘿嘿。
是你？是我。你来做什么？给我送行。当心，此人似乎来者不善。季若风，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，也更执拗。我想知道一个答案，所以今日我定要来这里弄个明白。或许先生可以直接告诉我这个答案。你想要答案，我这里没有。你再废话，我就揍你。季若风，虽说你教过我几日武功，但恩情归恩情。若是你执意要拦我们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谁敢拦学堂李先生的路啊？除非学堂李先生现在已经没了武功。你说什么胡话？怎么说呢？要从先生突然离开天启城说起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世人皆知我李长生自由自意，率性而为，想离开，便也就离开了。真的只是率性而为吗？先生曾言与诗仙同游，一剑震天。可诗仙已经坐古100余年，为何先生还在啊？还真有傻孩子信我这话。100年来，所出剑仙不知凡几，可为何先生偏偏独爱诗仙一人？是诗仙足够传奇吗？可难道李长生就不够传奇吗？需要杜撰一些仙气缥缈的故事来为这3个字增加传奇色彩。而倘若李长生和诗仙有救之事并非杜撰，那李长生究竟活了多久？白小堂自然查过先生一剑扬名之后的平生所历，不过区区30载。如此推断，之前的李长生定然不是李长生。如果先生今日离开天启，恐怕世上再无李长生。是也不是？你真的比我想的要聪明。既然先生要离开天启，自然有你不得不离开的道理。所以我猜，先生不是不想继续当李长生，而是不能。为何不能？因为你已经没了武功。先生，现在愿意告诉我答案了吗？季若风，我师父是不是真的没了武功，我不知道。但你是真的很没有眼色。你的秋水诀是我教的，你有信心赢我？你不要太自信。如今我的师父可是李长生，况且我的西楚剑歌可是如仙教的。你就不怕大好前途毁在这儿？姬堂主说笑了，我的大好前途坐在我身后呢。若是我让了，才是真的毁了。小师弟总是能妙语连珠啊！我能见到消失的传国剑法列国吗？怕是不会了。练国剑法他练得不好，我自己倒有一套剑法叫天下第2，是我当年自创的。那时候我想的是，我自称第2，谁人敢称第1呢？不过这一套剑法他也学不会，一怒之下回去自己创套天下第3。没错，天下第3。所谓天下剑法，学堂李先生之后便是我，所以剑名天下第3。你叫天下第3，正好，我这一棍叫棍打天下。是排名第8的剑，又怎么比得上无极棍呢？百里东军，师兄，我来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师兄，
你大喊一声我的名字，难道不是叫我过来助阵的吗？我喊你是叫你带着师傅赶紧跑。啊！一个都别想走！不必打了。30岁以下者，你可称无敌；30岁以上者，胜你者不过10人，能杀你者至多3人。这3人中一定有我，但我不杀你。我告诉你你要的答案，但今日之后，我这位姓萧的徒弟，天启城的琅琊王，以后他要做的事，你得帮他。大河之水天上来。想知道答案？好，我就告诉你答案。纵横江湖30载，以学堂之名震慑天下者是我。60年前冷暖双剑，一战大胜名剑山庄魏长树，人称昆仑剑仙者是我。90年前一身不衣，一柄残剑斩断魔教之祸者是我。120年前与诗仙同饮同眠同创施剑诀者，还是我。还有你最想知道的，150年前凭一己之力创下白小堂者，那是最早的我。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我如今180多岁了，是你的老祖宗。你对你祖宗用棍，放肆！竟然真的有如此之事！你都已经猜到大半，又何必要求这个答案呢？没想到世上竟然真的有长生不老之术。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长生不老啊？只要在世间，就总会有归去的那一天。是我被困在这人间太久了。小师兄，是我看花眼了吗？这是我们师傅？他怎么变得和我一样年轻了？师傅他真是人如其名啊，长生不老。你想知道的答案已经知道了，
我拜托你的那件事，可不要忘了。可白小棠从不参与朝堂之事，这不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吗？我让你帮他，又没让白小棠帮他。再说了，老祖宗不就是我吗？你想看的，已经看到了。回去写入白小棠，但是不要让其他人知道，明白吗？我不对，弟子孩儿明白。咱俩现在看着差不多大，你就别再自称孩儿了，把我都叫老了。走吧。那孩儿先走了。若老祖宗再回天启，定要回白小棠看看。小乳峰，弟子在。师傅，您原本叫姬长生。什么姬长生？你怎么不叫我苟长生？哎呀，我年轻时哪里会想到自己会长生？我的本名叫做姬虎蟹。我的这位后辈不比我当年差，有了他的帮助，皇位一事啊便会更有把握。天启城里那位用枪的年轻人也不错。至于后面这位，你就别想了，身份特殊。弟子明白。行了，你也走吧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时候会写信给你。倘若你愿意，可以一同前去。我们说不定还能在那里喝上2杯。师父，您说的话，到底有几分真，几分假？弟子怎么觉得，死去一别，就再也见不到您了呢？你是白痴吗？啊？师父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都是你们自己不信。之前我说我跟师仙一起喝过酒，你们就在那背过身去翻白眼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好，那希望这一回，师父没有骗我们。哼，再会了。百里东君，师傅，哎，哎，师傅你别动了，你别动。哦，扶我回马车。好。哎。背我啊！百里师叔，李先生他怎么变年轻了？先回马车上吧。先生怎么了？姬若风猜的没错，我现在确实功力快尽失了，只可惜他来早了一步，没有见到这难得一见的场面。这天下第一的李先生，现在就连你也能轻易的一剑杀了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怎么一回事儿？以后你就会知道。你们也不用担心，我只是有些虚弱，不是要死。我呀，只想好好的睡一觉。哎，
师傅，你不能睡啊，睡了就醒不过来了。哎呦，我真的只想好好的睡一觉。师傅，你相信我，绝对不能睡。相信我，又不是第一回了。你就驾着车尽管往西走，天亮的时候我就醒了。哎呦，行行好。师傅，师傅，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羽生魔带着他那个徒弟走了小半个南绝。那个魔头似乎是要去什么洞月湖，挑战个什么剑仙。听说好多武功高强之人都去了。昔日师仙是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今朝羽生魔藏剑不露身，千里赴一战，不知能不能也成了后世的传说啊？哎，看不出来于兄好文采啊！不过我可听说了，这羽生魔这次，但凡是遇见拦路者，皆是只胜不杀。只胜不杀？难道那个魔头转性了？啊！师傅，你听听，你这次可真是招摇过市啊，就差在身上插一面旗子，上书“羽生魔在此”了。不过师傅，照这么走下去，你确定走到洞月湖之前，我们不会累死啊？杀人之前需要魔剑。陈老头，羽狂徒啊！徒儿，去林子里避避。我要会会这老头。这老头很厉害。南绝武学泰斗，天选老人，杀你只需要抬个手。那不如师傅，师傅连手都不需要抬。羽狂徒，咱们也有整整7年未见了吧？你是武学泰斗，我是魔头剑仙，见面无非是打架，不见也罢。听老朽一句劝，回头吧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资格来劝我？李长生会听你的劝吗？我连李长生都敢打，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劝？你这一路只胜不杀，借水为剑，借花为剑，借叶为剑，就是从未拔剑。你是在蓄养剑气吧？剑气养足，杀意养够，再出一剑，就是惊天海地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？别人都看不透，你都能看得透。如果我对你出手，你保证不需要拔出你的旋风剑吗？若是拔剑，那你这一路辛辛苦苦蓄养的剑气，可就泄了。你这个老东西，活了这么久，倒是没有白活。北离这些年，仗着有个李先生，始终压南绝一头。南绝武道的气数本就不如北离，若是你执意要与燕灵峡一战，无论谁胜，都躲不过2败俱伤啊！南绝武道危矣，所以你再听老朽一句劝，回头吧。拿南绝来压我，南绝又算什么东西？谁拦我，我就杀谁。你若动手，我就拔剑。我若是拔剑，你一定会死。
师傅，那你说，羽生魔是那炎灵侠的对手吗？不好说呀。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？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呀？若他死刑是为了自己，那么两个人打个平手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但若他是为了别人，你是说为了云哥？羽生魔啊，别看很多人都称他为魔，但其实在我心中，他比很多人都要什么？都要善良。我败了，可你却要死了。你救的不该只是这个南郡第一高手的虚名。我从来不求这样的虚名，即使世间都这么认为，那就这样认为好了。徒儿，我不让你看那最后一剑，不过你还是看了吧。师父，徒儿，不要难过，也不要找炎灵侠去复仇。我练魔功这么多年，我的身子早就反噬的差不多了。就算今日不来此求嗣，我也活不过半年。这一路，我一共出了13剑，每一剑都是对你的指点。我身为你的师父，最后也只能做这么多了。徒儿，我不想你看最后一剑，是因为我不想你步入我的后尘。但你既然看了，就要当得起这一剑的传承。我给你留了一封信，信上有地址，你按照这个地址去寻。师父给你留了份礼物。多谢师父。北方有个老头，我这辈子都没打赢过。你要争口气，赢了他的徒弟。徒儿记住了，必不负师父所托。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江湖人不知我羽生魔从何而来，我亦不想让江湖人知道我终于何处。
师傅！车水兄，在干什么？远处似有故人离去。不错，在我手中能过3招了。司空长风，我们聊聊。好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想问你一个问题：这百里东君出生侯府，身份尊贵，父亲是侯府世子，母亲是温家千金，如今更是天下第一李长生的弟子，他的命可以说是很好了。可你呢，自小流浪，四海为家，朝不保夕。按理说，他应该是你最讨厌的纨绔子弟，你为何会和他成为朋友？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他是侯府的公子，那个时候只是觉得2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起历练江湖，蛮好的。后来知道了他是侯府的公子，也只是觉得，原来在侯府长大的人也可以像他这样。哦，什么样的？我见过太多的世家公子了，他们呀，只是看着面目光鲜，其实内心里肮脏得很。但是百里东君不一样，他的心是澄澈的，是少年心。这个回答很好。更何况，我觉得我和他是一样的人，他的命好，我的命硬，我和他都是能够走到最后的人。这个回答就更妙了。这几日陪你练枪，你应该听了不少传闻，说我要收你为徒吧？不是，先生，那些只是传言。先生能够指导我用武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收徒一事，我不敢奢求。我不会收你为徒的，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。有一个比我厉害10倍、100倍的人想要收你为徒，只是时机未到。可这一天不会太远了，他也同样在等，等着江湖山水与你重逢。重逢？春梦秋云，聚散真容易。谢轩公子这是要走了？恰逢其会，终有一别。我的书看完了，自然也就该走了。司空兄，希望我们也可以山水再相逢。小师叔，先生，我好像也该离开了。何时动身？那便此刻吧。你也这么着急啊？兴之所至，说走便走。天高海阔，先生，我们有缘再会。走了。这江湖依旧，便是因为有着这些一代接着一代的少年吧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车水兄，你以前来过这儿？要锄头、铁锹还是犁啊？要刀，一把好刀。你是何人？故人。叫什么名字？南宫春水。你不姓李？你和那家伙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，你不是他的亲儿子？怎么？难道在你眼里，他像是个有风流债的人啊？当然。
那个骚包，就算他有几个小孙子，我都不会奇怪。骚包，去！这么说老朋友可不地道啊！行了，别站那儿了，进来说吧。说说吧，什么来头？在下百里东君，学堂李先生弟子。在下尹落霞，是柳月公子的弟子。柳月的弟子，难怪这么漂亮。至于你嘛，看起来一副武功平平的样子，拿着的剑倒是不错。两个金刚梵境的毛头小子，一个半斤8两的小丫头，她到底是有多大的胆子，居然放心就这样让你们来找我？不知这位铁匠师傅功夫几何，这般看不起金刚梵境？哎，我不是瞧不起金刚梵境，我只是瞧不起你的金刚梵境，因为我也在金刚梵境。小子，想要挑衅我，还早了30年。哼，明明是你挑衅我。东君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，排名前3的兵器锻造大师，兵神罗胜。哼，公子，那些药材异常的珍贵，请一定要妥善的保管。还请公子代我家老爷问辛先生好。放心吧，这药啊，不仅关乎你那穆家病人的命，也关乎我的命。多谢掌柜的，走了。公子慢走。还好您咋来啊？学的那个曲儿好听啊！你看多久没来了呀？想死我们了。要不要去找他？我有个哥哥，也会吹这支曲子。我把你误认为是他了。其实我还挺想要个妹妹的。你这人，竟敢3番2次占我便宜！相识满天下，知交能几人？我相信这世上有知音。姑娘的琴，我的叶，恰逢其会。我会再来的。走了。嗯。玲珑姐姐，司空公子他回来了。小姐，他又回来了。学的那个曲儿好听啊！司空公子，多日未见，怎么忽然就想起了我？我其实心里一直默默记挂着姑娘，只是一直未敢打扰。哦，那怎么今日就赶来打扰？我就要离开天启了，今日特来向姑娘告别。告别？本就只是萍水相逢，当不得公子特地前来告别。公子太爱了。我知道，我对于姑娘而言，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。但姑娘对于我来说，意义非凡。
今日一别，我定会再回来。等我真正练成枪法的时候，等我真正能够守护好姑娘的时候。 真是又呆又冷。别废话了，你们到底是来做什么？啊，李长生那个家伙，定是没给我安排什么好差事。李先生是想请您给这位小兄弟打造一把好刀。不打，我刚接了一个重要的单子，可没空理他。 多重要的单子，您也看看李先生给您的酬劳吧。这是他留下的。李先生也是寻了好久。 你小子拿了一把仙宫品的剑，还要到我这儿来要一把刀，看来李长生这家伙是准备要把他的绝学传授于你了。什么绝学？双手刀剑术。不错，他的双手刀剑术，刀术霸蛮，剑术轻易，一重一轻，合力无敌啊！我观你这柄剑，可称之为轻易，那我便赠你一把。 足够霸蛮的刀，看来罗兵神这是还有存货呀。前些年有人送了我一块天外云铁，我打了一把剑，一把刀，那把剑已经要给刚才我说的那个人了。至于那把刀嘛，还需要最后的锻造，3日的时间。要你铸剑的那个人，也和李先生一样有面子，可比他像个人。至少啊。 人家是拿着真金白银来的，可不像他，拿着块破石头，就想从我这里骗走一把绝世神兵啊！啊！你们记住，这3日别来打搅我。 喏，台上那个穿得黑不溜秋的，就是唐灵皇，如今是唐门的对外掌事者。据说呀，不管是用毒还是暗器，他均为唐门第一。这一次，我也是生了与他一决高下的心思来的。剩下的呢，都是我们5大独门的高手了。啊，这边是毒神教，啊，那边是云窟派，啊，还有不死宗。这么小六的姐姐也来了，失策呀！那其他几位是5独门。这些用毒的门派可真够凶残的呀！名字里不是带毒就是带死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很吓人一样。那可不，还是我们好，我们和善、温雅、温文尔雅的温。好了，不提他们了。总之啊，他们都没有你舅舅我厉害。哦，小百里，不平舅舅。 还真是来得巧啊！不早一步，不晚一刻。哎呀，哟，你又不是用毒的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一与毒本就相生，我虽不用毒，但是不代表我不懂毒啊。你要是看不习惯，就别在这待着。懒得跟你犟，说不过我吧？切！
老药王，你等等我呀！长风，东君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说来话长。诸位，众所周知，在这江湖之中，毒术被蔑称为鬼道的一种，不被这世俗所承认。而我们唐门也因毒案双绝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江湖中人所待见。但现如今再提起唐门，敢问天下英雄，又有谁敢不服？说得对，没错。鬼道明道本就是刻板成见，毒能杀人，亦能救人。今日，让我们共襄这场试毒大会，以期诸位能够尽情地交流毒道，弘扬我独门一脉。江湖人对我的偏见，像不像江湖上那些骗人的组织啊？号召大家入会，像不像？像不像？没想到温前辈还有这样的一面。舅舅，我怎么感觉你这像是妒忌？我们温家向来不爱出风头，天生你这个舅舅不同，就爱同人争个高低。这次唐门主导举办这次试毒大会，邀天下毒道，摆出执牛耳之势，你这个舅舅自然是不服。上药人，这就是我唐门的药人，他本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，被我门中擒得。经过我们多年的锤炼，如今已是百毒不侵。这就是我们唐门对诸位的考验。谁若能毒倒此人，便可压得过我唐门一头，称独门之首。嚯哟，好大的口气！我，等等，别着急着上。我们可是用毒第一的温家，怎么能一开始就上场呢？你说的对，温家就是普大，我们五毒门可没那么多讲究。既然诸位都不齐，那便我先请了。话虽然说的不中听，但是身材真好。娇艳欲滴。此乃淬满了剧毒的毒刃，毒名勾吻。此毒世上无人能解，就连我们五毒门也同样束手无策。你，舅舅，他在看我。一眼看众生，狗妹。这是佛门的金刚护体功法。我曾经在白马寺读过一个和尚，他用的就是这门功法。没想到唐门抓来的江洋大盗，还会佛门的功法。不能碰他！别碰！哎，小白李，你难道不知道他？不知道什么？不会是书上说的那种碰到女子就要娶她的桥段吧？啊？你想得美！秀儿，回来。等等，方才你说到有可能会娶我的时候，为什么一脸惊恐啊？啊？你不喜欢我？这还不明显吗？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容貌，看你还敢不喜欢我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舅舅，你要是看了他，就真的娶她，那该怎么办？撤！好。
修儿，你若真的被五毒门的女子缠上，这辈子也算没白活，就是日子短点儿。为何日子短啊？这你就得问你小舅舅了。多嘴。哎，我叫温壶酒，我来会会你。这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爱出风头。先用一记醉梦往生卸去他一身内劲，再用一记芳华刹那见血封喉，最后再补上一记毒杀掌。这要是都不玩完，那就真的是大罗金仙喽。现在的毒名都起得这么风雅吗？当年我们三个，一人制毒，一人用毒，还有一个专门负责取毒名，配合默契。温门无敌。舅舅，这还有一个人，说的是谁啊？娘呗。不平舅舅，你怎么骂人啊？百里东君。呸！我嘴贱。哦，好毒啊！温家真的好毒啊！这个声音，唐明皇，你敢说你们唐门用江洋大盗炼的药人？唐门好大的威风，找来一个会说话的金身罗汉。百里东君，你怎么了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江洋大盗。啊？你不是唐门的药人，你究竟是谁？在下南宫春水，是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这个臭老头子，亏我还担心你这么久。读书人，唐门处理门内之事，非唐门中人，还请暂且退避。什么事啊？你们还不走？舅舅，这就是我同你说的，在唐门外被掳走的人，自己人。原来是你的自己人啊！你的这个朋友若是能够被别人掳走，那掳走他的人，大概就是天下第一了吧？行了，来了就不要废话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可都看好了。唐明皇，唐老太爷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么大的动静，就算是睡成死猪，也该活了吧？给我住嘴！你敢不敬？自在气下，地上无敌。人间不够，天上逍遥。连入两境，竟然直接从金刚凡境到逍遥天境。此人真乃高手。他又何止是个高手？我看温前辈和这位唐门掌事好像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制。可我们为什么丝毫没有感觉呢？
因为此人对内力的控制太过精准，以至于同一空间内，他想要压制谁便可压制谁。他究竟是谁？老头，怎么样？需要我再抬抬吗？行吧。现在，用你们最强最狠的毒，一起来杀我吧！可不要留手哦，不然我可是会杀了你们的。老头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东君、小仙仙，还有唐门的这位小莲月，你们可都看好了，练功10年，不如仙人斗法1瞬。万树飞花，这是？传闻中，万树飞花出，天地间便无路可退，无处可躲，必死无疑。破坏神通，果然是佛门中人。道家绝学灵虚步，这究竟是什么人，能够同时精通佛门和道家2门绝学？进千华，不染尘。少年游，谁料春风却不知深秋。金刚不坏神通虽然号称天下无敌，但凡是外门武功都有罩门。你们唐门有一种暗器，可破一切罩门。破了他的罩门又如何？以他的境界，几根针杀不死他。因为我有3字经。好，我信你。暴雨梨花针，出必见血，空回不降，集中之极，暗器之王。不死你呀！怎么又是你啊？以前老城主让你来拦我，现在少城主也让你来拦我。我倒想问你，怎么又是你呀？10年未见，你怎么变年轻了？哼，因为我是仙人嘛。嗯。师傅这铁头功可真是厉害啊，屡试不爽啊。
水，我来了。曾经你说，相对于武夫，你更喜欢学堂书生，于是我便执掌了学堂。这天下人见我呀，都要尊称一声学堂李先生。可是李先生已死，这一世的我叫南宫春水。这一世，我要做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曾经，你问过我一个问题。但是那时的我回答错了，现在的我要重新回答一遍。我，南宫春水，这一世往后，就只有你一个妻子。曾经的我以为，男情女爱，不过只是一时的，一方死了，也就结束了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感情是可以穿越时间界限的。所以你是打算等过几十年后，把这话换个女子再说一遍吗？司空长方，老手啊！我哪知道我随口一说就猜到所有情节了。当然不会，因为我就只有这一生了。这一生，我只与你共度，仅此一生，便是一世。远方出现，燕雀节节转林间。这夜云烟，风若淡，梦还未绝。原是人尘好景万千，独行飞轮沧海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大春宫，我散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就跟常人一样，生老病死，一生一世。一生一世是让你这么用的吗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可以这么用啊。真是个傻子。不会，又要赶我走吧？所有人都羡慕的长生不死，你就这么不要了？其实我当年不过就是一时气话，我并非让你真的散去这一身大春的。我知道。你还是重新练起来吧。这大春宫啊，散了就散了，练不回来了。再说了，我这师傅、门派什么的都没了，也没人能帮我练回来。你就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这么做，让我心中有愧，你这是在报复我。哎呦，我没有。不过春熙之柔的烛光明灭，一次火光清秋的凉。那你这么做不会后悔吗？不会啊。你想，我都活了180多年了，直到遇见了你，我才发现自己其实还是那个少年。少年人做事本就该冲动，所以此生我不悔。那就不悔。
这就是书上最愿写的，人们最愿看到的。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！为了一个女子，放弃长生不死，也只有书里才会写的故事了。不过，有情人终成眷属后，就不管我们了。你笑什么呀？笑你啊！笑我？我答应与你同行，就这么开心啊？当然了，因为这可是我人生的第一等要事，也是我成为南宫春水的唯一意义。那个与你一起来的那3个人是谁啊？那2个少年人是我的徒弟，那个小姑娘是柳月的徒弟，也是我的徒孙。那不打算把他们接进城吗？哎呀，接什么接呀？碍眼，他们想要进城，就让他们凭自己的本事进，正好也让他们适应适应没我的日子。哎，不如让你的登天阁好好招待招待他们。站住！有拜帖吗？没有。没有拜帖，进先登阁。若我不走登天阁，执意要从你这儿走呢？走登天阁要打16个人，麻烦。更何况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若从你这儿走，打你一个就够了。有道理啊，那就打吧。看来你们想直接打我，也可以。不过这打登天阁，打得赢就进，打不赢还可以走。打我可没这么斯文的规矩。要么打完我躺着，要么被我打趴，丢出去。哼，2位，这人要打趴我们，那就如他所愿。打趴他，有意思。城主有令。城主有令，2位公子需打过16层才能入城。怎么是16层？寻常不是10层就可以放行了吗？我也不知。对了，命令说了，这位姑娘志不在吾，可直接入城。如此，那百里师叔、司空师叔，加油！你们2个小儿，便是刚才那人的徒弟啊？怎么，可是要闯阁？你上还是我上啊？你先吧。一般厉害的人，不都最后上吗？要点脸。说话别太嚣张了呀！好快的剑！真是见了鬼了！
第2层我来。晚辈叶鼎之，求见刀仙燕凌霞。你来找我复仇？并非如此，晚辈是想求刀仙赐诏。见过前辈。你来找我赐诏？是。为何？我想练魔仙剑，习剑想要有成，我有3法：挑战剑客、绝境打磨、高手赐诏。我时间不多，前2者又太费时间，所以我想请前辈赐诏。你和你师父还真是如出一辙。站在男爵武林的立场，我并不支持你练魔仙剑。我知道，我还知道，前辈也心知。为何男爵高手众多，我唯独来找你赐诏？你很聪明，也很能洞悉人心，不错。我确实对你师父心怀有愧。虽然我这件事是鼎之卑鄙了，但我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。羽生魔之徒叶鼎之，求前辈赐诏。罢了。出剑吧。这登天阁有16层，你能一气呵成地爬上来，你的徒弟们也可以啊。怎么可能呢？就凭他们那功法，14层最多了，再往上，可是要挨揍的。果然还是有点本事的，居然一口气上到了15层。不过，这从15层开始，便是守阁长老了呀。 奇怪，难不成是他们怕了？不要掉以轻心，我们先上去看看。听说李长生要离开天启城，没有李长生的天启城，你要强行带走一个人，虽然要付出代价，但也不算难。我自己去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那么倔，光凭你自己，就算你有实力，心爱的姑娘。 怕是早已嫁给他人。师父，我想练魔仙剑。
没想到半年不见，你经历这么丰富。没有你的跌宕起伏。哎，你昨晚如何呀？你怎么也这样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？司空张峰，你有点良心。昨天因为你和雷师兄，我都被人污蔑了，还跟尹师侄吵了一架，容易吗我？他呀，昨天只是找我过去叙叙话，把我认成了儿时的一个哥哥而已。听你这语气，挺失落的呀。我有什么好失落的？哎，因为随口吹的一支曲子，结识了千金难买一面的大美人，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，我有什么好失落？哟，好，你不失落，那你到底是不是他哥哥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记不起以前的事情。也是，你跟我说过，你失忆了。或许吧，我也没有刻意想过。要真的仔细的想，好像此前的人生都是一片空白。看来你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又怎样？我又不靠以前的记忆过活。司空张峰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不知道你的来处，但你却和他会同一支曲子，这说明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干嘛？万一你真是他的哥哥呢？万一他弹这支曲子就是为了等他的哥哥出现呢？百花楼里那么多客人，是天启的，不是天启的，有钱的，没钱的，为何就你偏偏听过呢？你一点都不着急？他那么受欢迎，错过了，可就真的错过了。可我真的是记不起来了，就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的那种。皇帝不急急死太监，百里东君，往事不可追。我和他，或许还有未来吧。行吧，行吧。哎，你怎么还不开始酿酒？莫不是忘了本月14日的那个赌约了？我当然记得呀，我这不是找灵感的吗？皇帝不急急死太监。百里东君，你，哎，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，我枪还压在那儿呢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放心吧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枪把我身上。哎。谁？齐轩，是你。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接到小姐的留书，便来了。还有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。离开？这么说，叶鼎之的事，真的是你们干的？是。雨季发现叶鼎之，同样身负天生五脉。如今，就算没有百里东君，也无所谓了。可是，小姐为何这么多可是？难道小姐对复国之事有所动摇？是的，这一路我动摇了。齐轩，我们找到天神五脉又如何呢？打开狼月福地，将父亲迎出关，然后让北阙的铁骑踏平北离，是这样吗？可那些刚从战火中平复过来不到20年的百姓该如何？陆霞姐姐，哪位？陆霞姐姐，公子前往来叫你。陆霞姐姐，好，这就来。徒儿，
你来了呀？师父，来看看这棋。黑子锋锐无匹，把白子逼于一隅，是要赢了。可这白子，并非毫无翻盘的可能，不是吗？师父也说只是可能。白子机会过渺，而代价太大。更可能的是，全盘皆输。方才我见到了一只雪国的白鸽飞过，身形矫健，很是优美。来了。徒儿，你可还记得为师对你说的第一句话？你来了。徒儿，你既入了我的门下，那就不论出身，不论出处，都是我的徒弟，是我第一个弟子，也是唯一的弟子。无论发生任何事，都有为师替你担着。师父，星儿，姐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？我都快闷死了。我以前到处玩都没人寻我，她一回来，每天跟大朝会似的，每天都有不同的人用不同的事儿找她，我装不下去了，我好累啊，星儿。算算日子，她应该快回来了吧？二小姐，再坚持一阵子，啊？小姐，吾相有事相告。无相尊使，我近日身体不适，尊使自行决断便是。二小姐，被发现了。二小姐模仿小姐，几乎可以以假乱真。那又怎样？还不是被尊使发现了？尊使，免礼。二小姐与小姐本就是异母同胞的姐妹，又打小一同长大，关系亲密。按说二小姐若是想假扮小姐，还是很难被发现的。那尊使是怎么发现的呢？小姐喜静，二小姐喜动，本就是不同的个性。更何况我是看顾着二位小姐长大的，要想瞒过我，可不容易哟，难为二小姐了。尊使，你既然知道是我在这里，那是不是也知道姐姐的行踪？怎么样，姐姐是不是快回来了？姐姐出事了吗？二小姐别担心，小姐没事，只是什么？有话你就直说，你要急死我吗？只是小姐或许不回天外天了。不回天外天了？
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小姐放走天生五脉，放弃了复国，不回天外天了。放弃复国？姐姐怎么可能放弃复国？我不信。心儿，你信吗？奴婢也不信。吴相，你是不是骗我呀？你为了自己的野心，要对我们姐妹二人下手了吗？过一阵儿，紫衣和白发便也回了。二小姐信不过我，也该信他们吧。你还有什么要同为师说的？这段时日，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我。我与身边之人曾经为了一件事而努力，可最近我发现，这件事似乎不是正确的。若要说何为正确，我也未找寻到，我很困惑，请求师父为弟子指点迷津。这人生在世，本就没有那么多是非黑白之事。人在不同的时期，就会有着不同的选择。你见过更多更广阔的天地，自然就会有不同的见解。落霞，你为何痛苦？是因和他人走了不同的道，还是你心中没找到答案啊？两者皆有吧。这人生啊，谁也无法保证与他人并肩同行。就算是我们北离八公子，路也各不相同。可这又如何呢？所以，就看你最想和谁并肩同行。还迷茫？那说明你还需要继续寻找心底的答案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李先生为何是这般少年模样？有意思，有意思呀！药王相是知道些什么？上古有大春者，8000岁为春，8000岁为秋。我知道一门武功，就叫大春，它是绝技江湖的门派，逍遥御风门的绝技秘法。而修得此功，要以药石为引，倾一门之力培养。而修炼之人，必是那百年不遇的绝世奇才。此功练成后，30年返老还童一次。哎，可这些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只是听说呀。没想到今日，原来世间真有此奇功，能长生不老。那不知李先生此番目的究竟是为何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这是要谢功。谢功？谢功？李长生这次来找我，主要是想让我帮他卸去这身大春神通。可惜凭我一己之力，无法帮他这个忙。我就想借试毒大会，通过奇毒先窃取他逍遥御风门的药石之术，再由他自己自行卸去这身神通。他还特地安排了这场比试，不管是旁观的人，
还是比试之人，经此之后，在武道方面定有所长进，算是他的报答了。可他为何要谢公？连月啊，看来你还是年轻。人在活着的时候，个个惜命短，可若真是给了你8000年岁月，你能耐得住这无涯寂寞吗？你爱的人一个一个的死去，只留下你自己。胡说！哎呀，师傅，哎呀，舒服呀！重新介绍一下，在下南宫春水，是一位儒雅的读书人。诸位，就先送到这里吧。此行惊起如此风波，只为我一己私利，还望唐老太爷莫要见怪啊！我的徒弟们以后都会名扬天下，而你会是他们有力的竞争者。他们有你，三生不灭呀！怎么，你是算命的？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还算过2年。2个小崽子，我们走吧。2个？莫非司空长风？先生何事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问问你，愿不愿意当我南宫春水的徒弟？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快答应啊！臭小子，还不答应了？他收你做徒弟是好事。你我之约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以后我算你半个师傅。多谢师傅。好，我愿意。还不跪下？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好，以后你就是我南宫春水的徒弟。快起来吧，我的小师弟。哎，百里东君，严格意义来说，你是李先生的徒弟，别占我便宜。我不管，你就是。哎呀，好了，二位该动身了。好，我去先吧。我等了太久，不愿再等了。我们飞过去。老太爷，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儿？到时候把我们的马车送过去，车里还有几罐好酒。我倒是觉得可以再添几坛你们唐门的醉红尘进去。就这么定了。走了。等等，师傅。2位舅舅，我先走了，代我向家人问好。走了，照顾好自己。放心吧，啰嗦。走。师傅，你别忘了还有饮食纸。可我怎么感觉你前途凶险呢？哎，管好你自己吧。哎呀，徒弟们，怎么有点紧张呢？
我们这就到了。师傅，我们不是要去雪月城吗？怎么这上面写着下关？这座城啊，以前叫做大长河，虽然名字里有一个大字，但实际上它很小很小。此地地处偏僻，风景优美，与世无争。后来来了4个绝世之人，于此隐居，却又阴差阳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，这座城也就越来越大，最后分成了上下2城，一为上关，二为下关。下关风，上关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。后来人们就把这上下2关统称为雪月城。我刚才说的这4位绝世之人当中，唯有一名剑仙有一脉后代留下，人们就推举这位后代成为了这雪月城的城主，到现在是一名女子。这名女子喜穿红色，眉心一点朱砂，面容绝世，剑法通天。她就是我的心上人，我每天做梦都能梦到她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太喜欢她了。师傅，你可是真紧张啊！什么？人一紧张就容易话多呀。师傅，您都活了快200岁了，还是不能免俗啊！哎，去。哎，有人来了。别紧张，自己人。你究竟是谁？洛姑娘，好久不见，失礼了。在下南宫春水。我怎么不记得我认识一个叫南宫春水的人呢？那是因为我们见面时，我还不叫这个名字。果然是你！你还来做什么？师傅，他就是你说的心上人，怎么感觉一点也不待见你啊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跟洛姑娘那可是两情相悦，一见就私定终生了的。呸！你个浪荡子负心汉！洛姑娘这么多年不见，脾气还是一样的火爆。你是天下第一，我杀不了你，但我也不想再见到你了，滚！哎，这层怎么有2个人啊？只许2小儿一同登阁，不许2个老家伙一同守阁。登天阁第15层守阁人骆风中。登天阁16层守阁人骆念瑟。既然你们2个一起上，那我们也就一起上。克制，克制一点。再克制，雪月城的脸面都丢了。你说的也对呀，这师傅就算了，你说这徒弟接二连三的挑衅，确实不该忍啊。哎，2位老英雄成名多年，不会
以大欺小吧。小兄弟，你混江湖多久了？回前辈，有些年头了。你既然说我跟这位好友成名已久，那你可知我二人的名头啊？糟了，刚才一时口快，江湖上并没有听过他俩的名字呀。司空长风，怎么了？麻烦了，这两位是隐姓埋名在此，用的是假名。反应过来了。你们纵使在外宣扬我们如何欺负于你，但是有谁知道我们俩是谁呢？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哎，既然来了总要打，废话就别说了。哎呀，着什么急呀？给他们一个说句话的机会。哼，架是一定要打的，但可不可以不打脸啊？可以啊。不是说好不打脸吗？临危不惧，大好儿郎啊！有多好？怕我吗？不怕，有本事打死我！怕不怕？不怕。司空长风，爸，是不是说怕就可以不打了？不可以！别急，这里有我。别问，我怕。可不可以让我带他休息一会儿？这个风中的功夫啊，太狠了。你放心，我跟他不一样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只用一根手指。一根手指？哎，我信你个鬼！看你们这也不行啊，要不把你们师傅叫出来帮帮忙？放他进去的就是我们师傅。这位兄台，麻烦帮我给他传句话。他叫南宫春水。别闹了，师傅他根本就不会来帮我们的，让他来看我们笑话还差不多。不是的，是我要告诉他，你给我等着！好，里面那个叫南宫春水的，给我听着！我的这两个徒弟啊，终究还是，你给我等着！百里东君啊，百里东君，罢了，就让他们被打死吧。被那两位这么折磨，可真的会死的。这两人既然敢这么嚣张，就说明离死还远。哎，不如我也回一句，就说你不是自诩读书人吗？读书人嘛，就是要打嘴仗。我来句文雅一点的，不如之后就
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吧。啊！昨晚我就不该叫他，这糟老头子。不打了，再打就要被打死了。从今日起，往后7日，每日卯初来洞月湖找我。多谢前辈。哎，对了，前辈，你饿了吗？你这剑用在这儿，倒是比白日里用的更有几分灵性。前辈这是骂我呢。你很奇怪，你师父命丧我手，按说你应当是恨我的，就算有求于我，也只当是场交易罢了。可你如今面对我，却并无任何敌意。师父找前辈一战，所求为何？求的是尽兴，求的是极致。前辈竭尽全力，便是师父心中所想。况且师父也曾交代于我，不要视前辈为仇人。这般说容易，这般做却很难。你倒是个明事理的人。我不明事理，我只是理解师父，理解他心中所求。接下来的每一日都要如此。我定当每一日都进行练剑。烤鸡也要如此。既然是洞月湖边，不如明天烤鱼吧。公子师父心丧，所爱之人将嫁人妇，不恨吗？你是谁？我知公子想要变强，我呢，正好有一门武功，可以让你变得更强。我说，你是谁？天外之天，方外之地，我叫月清。不太认得，没有兴趣。怎么就不感兴趣了？你师父跟李长生斗了一辈子，你难道不想完成他的夙愿，打败他的徒弟百里东君了？你知道百里东君？你和尹落霞长相相似，你们是姐妹。怎么，带不走百里东君，便把主意打在我头上了？不必了，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，别再跟着我，不然下一次就没那么好说话了。叶鼎之。
你们的朋友来看你们了。尹师之，你怎么来了？幸亏你不用打，那几个老家伙太不是人了。我来给你们送些伤药。哦，对了，先生说，若是你们打不过登天阁16层，就让你们滚。而且以后也别叫他师傅了。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？那能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啊？那就打呗。疼。那我轻点儿。刨去妹妹的身份与你想要做的事，也刨去那些冷冰冰的权术筹谋，你喜欢这个百里东君？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那就现在好好想想。阿姐，你笑了？哎呀，怎么还脸红了？你喜欢他呀？我应该是有些喜欢的吧。哎，你说，这同样都是师叔，怎么你只配我给你上药啊？羡慕羡慕？哼，当年我练枪受伤的时候，那可是教坊最美的女人给我上的药，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你笑什么？你别不信啊！我说的是真的。哎，你走什么啊？我说的真的是真的呀！哎。百里东君，你还睡不睡了？我睡不着啊。哎，有什么事跟我说说，我就当舍睡陪君子了。哎，司空长风，说来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还没聊过彼此的过往呢。你可还记得我的自白？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故为司空。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所以你叫司空长风。是啊，这就是我想象中的一生。提着一杆枪，骑着一匹马，游荡在这世间，最后啊，醉死在一间寺庙前头。去也空空。这也是我的前半生，来也空空。哎，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吗？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失了忆。我开始有意识的时候呢，是从一间破庙中醒来。当时啊，我就觉得自己饥肠辘辘的，于是便摸爬着走上了街去。可是身上呢，一个同伴都没有，只能看着别人吃东西，干瞪眼。后来呢，有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少年，他给了我一张饼。他问我叫什么，我说不知道。
于是，他便让我跟着他混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几岁，只记得那少年呀，跟我一般高。他说自己13岁，于是，我也便当自己是13岁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叫司空长风。别这个表情看着我，显得我怪可怜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其实啊，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好惨的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这不是挺开心的吗？好了，我说完了，说说你吧。我呀，我从小就不喜欢习武，喜欢酿酒，然后就拜了酿酒术天下第一的古陈师傅。后来，古陈师傅死了，将西楚剑歌传给了我。从那以后，我便下定决心要好好习武，随后就拜了武功天下第一的李先生为师。你这是在炫耀？没有，我只是……好了，我就是开个玩笑。你只是真的这么顺遂？是啊，现在我好像唯一没有实现的，就是娶仙子姐姐过门了。可是……我现在怎么了？啊！你不会是喜欢上尹世之了吧？司空长风，我不是那种轻易会变心的人，只是他们两个的眼睛长得太像了。我不是在给自己找借口，是真的太像了，像到我有时候看尹世之眼睛的时候，会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初见他的那一晚。那既然他俩这么像，你怎么知道你喜欢的是尹世之，而不是你那仙子姐姐的替身啊？你别乱说话。什么替身啊？才不是替身呢！这要被听到，可又要被误会了。那既然他俩这么像，又不是替身，那是什么？人有相似，但感觉却是不同的。叶鼎之，她要嫁人了，你就不想把她抢回来吗？怎么可能不行？我做梦都想。还有不久，她就要穿上红妆嫁给别人了。东君，我要抢的人是你师兄未来的嫂嫂，到时候你会对我拔剑相向吗？